一夜夜发出的呼叫，和你一遍不结合的音，请别他对我说教，再不接受的躁动就行。街角唱歌，这是人在我嘴巴的菜品，一边乞丐在他人，一边在地又靠得太近。爱我已有渴望，他爱我的一切。太多，轻而易举就变得迷恋，概括手指里那残忍的体贴。拜托，拜托，离我远一些，我自己的音乐，别比我自己还急切。对，江浪赛尽，这天已经来临，我渴求对你爱的过敏。江浪赛尽，你也不必惋惜，或者还有头脑还是耐心。一时的疲惫说了很多，要想出了谩骂从没有说，你也不承认为我付出很多，残酷的一个点赞一个万波，感谢星空溢满了的我。江浪赛尽，这天已经来临，我渴求对你爱如过敏。江浪赛尽，你也不必惋惜，或者还有同行还在耐心。江浪赛尽，请在我坟头哭泣，这样的恋人蒙着笑意。江浪赛尽，当然是一份福气，看你有没有胆踏实阶梯。一些人性主义的假设丑得可怜，故作一种报道来把自己鼓得遮掩，发现之后你的一切一切万不可见，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将自己赦免，不敢承担的人将面具贴在脸上，心里是这个好足以把你心意掩藏，肆意伤害他人，只想你快乐的偏方，那只准你所教，不想听你拙见，收听你的篇章，别听我的演唱。江浪赛尽，这天已经来临，我可是对你爱的过敏。江浪赛尽，你也不必惋惜，若你还有同行还是耐心。江浪赛尽，请在我坟头哭泣，算你怎样也没人在意。江浪赛尽，当然是一份福气，他的信念总被才能阶梯。
嗯。好啦，那我把这个东西擦一下，我们顺便等一下人。好，稍等，我把这个东西也擦一下，我们一会儿就去勾线了。可以看到我这里打了一点小标注，等一下我们就知道这里要填充的是什么花花了。然后文档里面我更新了这个草图，这个之前的草图它有一些标注，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然后那个可能会就清晰一些，看一下能不能把那个调出来。这个标注可能多一些，可能明显一点。好，那我们切回去勾线吧。好，我们依旧是
3个手指往下滑，点这个全部拷贝，然后粘贴出来。我们长按边上的这个小勾勾，只显示这个图层，然后我们把不透明度调低。好，勾线还是用的第2档，我看一下会不会太粗。好，感觉还好。那我们还是从脸开始勾吧。诶，这个鼻怎么感觉和平时不太一样？还是开小一点吧。好，我们把这个小叶子可以给它卡里边一点，然后它的叶子可以看起来有一点点像小睫毛。然后是下边的这个花花。哎，我发现这个是有点问题，怎么回事？这笔怎么好像……哎，好像是对的，就这样吧。感觉刚才它的那个倾斜度有点没有了。好，我们还是先把脸勾了，这样的话，我们等一下好调整。轮廓的话，我们一会儿再那个吧。应该是因为我们这个头啊，它是有一点倾斜度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笔它就自动的往这边倾斜了。然后它这个笔的倾斜，它是跟着画布的旋转走的，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它可能就比较的粗。我们可以稍微的用小一点点的，给它勾这些细节的东西。好，然后眉毛。然后我们心电图层去勾别的东西。好，我们勾这个脸的轮廓，依旧是一个记得对准下巴，要对准那个嘴巴啊，因为我们侧脸的时候，这个鼻子它是有一点斜的嘛，所以我们去对准这个嘴。然后倾斜的部分依旧是这个眼角这里往上。好，然后我们来勾头发吧，依旧是从这个发旋这里往下勾。然后画的时候可以加一些小发丝。好，如果感觉太密了的话，记得擦掉一点。
哇，这种斜着的话，这个笔真的有点奇怪耶。诶，很怪很怪，我们还是先勾轮廓吧。好，我们不去纠结中间的那些小细节了，先把轮廓给勾了。这样的话，中间我们等一下就多加一点、少加一点线条，就可以慢慢的调整。大家在画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多看看整体。我现在用平板的话是有一点，比如说我手遮住的地方，我就有点看不清楚。我是靠看那个电脑上的直播的屏幕来看整体的。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下，把这个小花花的项链勾一下。然后是往边上的吊带。好，我们这里注意它的腋下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另一根带子在哪。好，我这里有点看不清楚，所以把草稿给拉大，那个透明度拉大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会勾得快一些。
好，我们就顺着勾的地方，慢慢的去把这些轮廓给勾好。我们在勾这种往下的时候，就这种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中线在哪里。好，顺着它去勾这个边边，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褶皱看起来会整齐一些。好，我们再往下，把能看到的比较轮廓比较长的，我们都给它勾一下。这种小物体也是，它是一个单独的东西，所以也勾一下它轮廓。如果感觉自己的线条不太好的话，可以先画一个擅长的线条，然后再用液化或者变形给它画一下。我刚才想了一下事情，顺手就把里面勾了。画画人的脑子真的太恐怖了。好，我们的药箱这里挡的比较多，我们也可以先把它给画一下。然后是绑在上面的一个小香草，这我们可以就稍稍的留一点点空隙，让它那个茎也是有一点点颜色的。因为我们直接画一条竖线的话，我们到时候填色可能不会填充这里，或者说我们填的时候它被那个黑线挡住了，到时候我们去改线稿颜色的时候，可能会变成别的颜色。我们先把这些处理好，后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改完，直接把线稿颜色。好，我们这里画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袋子后面的这里可以接上。我们可以先在这个袋子上面划拉一下，然后记住它的位置之后，再去画这两条线，或者直接画那条线，然后再擦掉中间挡住的。好，这种我们画不好的线，可以用直线给它画一下。
好，我们注意四个角，这个应该是有6个面吧，我们注意一下这看得到的这几个面的宽度。让它有一点点透视的地方稍微的往里一点点，稍微的窄一丢丢就行。这种没有连上的，我们直接拿这个选重给它拖一下。好，我们这个盒子也是比较的方了，然后我们去把这个箱子上东西给它整理一下。好，我们这个蝴蝶结还是给它移到比较正中的位置。OK，我们再去画别的轮廓。以及先画轮廓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还有个好处就是，如果给它画歪了啊，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拿液化之类的去调，然后它也不会就是啊，因为我们没有勾细节嘛，它就不会影响到细节。这样的话调出来会比较的好看一些。如果我们已经勾了细节的话，再去用什么液化那种，它可能会把我们别的线条液成比较的泡面状啊，那样的话我们要改的就比较多了。好，蝴蝶结依旧是这个圆角梯形和2个长梯形哈。好，继续往下。我们可以留一下这个小纸片的位置。好，再往下是我们的一个鱼鳞状的小裙撑。哦，这个好像不是裙撑，这个是那个，也是一个裙摆。当然，这种画裙撑也是挺好看的，可以看那个第1期的第3节课，就是用这种画的裙撑，特别的好画。这个的话，主要是我们不用画，有一些老师裙撑会就画一些要画中间这种的嘛，然后我们这种的话就不用画，而且看起来也蓬蓬的，还是蛮好用的。播客，然后是裙底。这里我们可以控一下笔，让它弯出来的弧度在比较的中间。好，然后勾这个缝线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的花边不要就是一窄一宽。
好，然后是腿部，腿部依旧是把我们的小物的位置留出来，这样我们等一下就不用边勾边擦了。然后这种短线的话也比较的好勾一些。哎，好，这个小的蝴蝶结我们也可以就是直接勾轮廓，然后再给它画那个小方形，这样的话它的线条就不会特别的起。好，然后是一个小花边，然后我们把鞋子勾一下。好，依旧是注意鞋头这里暗示的那个立体的形状。好，鞋底我们也稍微的注意一下。然后是一个2根带子加蝴蝶结。好，我们根据这个透视把它里边的那个斜面给勾一下。感觉鞋底的透视不对，我们就往内收一点。好，然后是另一只腿，依旧是留出小物的位置，我们把轮廓这些勾一下。好，然后是鞋子，我们这里依旧是注意鞋有没有对得上我们的脚腕儿。如果发现没有对齐的话，我们可以勾完之后给它调一下位置。好，依旧是注意这个地方，给它转折一下，让我们的这里看起来是有一个这样的厚度的。好，鞋底依旧是一个长方形加一个这里有个坡度的那种，这种应该叫什么呢？也算一个4边形吧，只是它的前面是一个圆形，一个半圆。然后是它的2根带子，我们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另一只脚的带子，就是看一下会不会2只脚太不一样了。我们还是宽度统一一下。好，然后调整。这里的液化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如果你的透视没有画的很明显的话，我们可以往那个
就比较靠后啊，比较靠下的那种，比较往里收的。如果你没有收得进去的话，可以用这个液化给它推进去一下，用那个变形也是可以的。好，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这里开关一下。哦，这个草草的轮廓也还没画呢，给它画一下。好，这样的话，我们上边的短线就能看到是要勾哪些地方了。嗯，好，这里确实是往内收的。好，然后是手，哎，有点想把这个裙摆拿来挡一下呢，勾一下，等下勾不好就给它挡一下。好，依旧是一个中指和无名指并一起的一个手。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给它修改一下。有点怪，我们等一下再改吧，先把其他的给勾一下。然后往上是帽子，好，这里的蝴蝶结我们也是先给它勾一下。好，继续往边上。可以看到我画那个花边的时候，用了那个缝线边上那种挤压的感觉。我们的边边还是不要用这种，给它把那个帽檐给上来一点点。除非我们是那种特别特别高的，可能都已经是这个角度了，是吧？它上面可能根本就显示不出来你的那个帽子。啊，我的这里都凸出来的，所以我还是给它加一点点。好，我们顺着这根花边继续往下。
好，顺便把这个小球球也勾一下。如果你们的画风比较，就比较适合用中空笔的话，这里应该可以直接用中空笔了。这个数字是在帽子的前边的，那这里应该会挡住一点点。哇，这种层次很多的真的好难勾哦。这样，我们就把比较明显的东西先勾了来。然后这里的褶皱，这个帽子里边的褶皱的话，我们要清楚它是从这个帽子的这个圈圈衍生出来的。啊，我们要对准这个东西。好，然后往边上，这个头上的珠珠我们就等一下哈，因为头上的那个头发还没有勾得太仔细。好，这个薰衣草的话，我还是凭印象画哈。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那个实物图。总之我的印象是那个叶子比较的细长，然后它是一个呃一小串的那个花花，一小串细细长长的花。好，然后这边的珠珠的下边没有什么东西，我们给它勾上。好，这种蝴蝶结我们就直接看到就勾了嘛，毕竟比较的简单。然后画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那个线条不要太，就太窄了。什么叫太窄了呢？就是，可能我们里边加了超多超多细节，可能还有这个，这样的话就太多了，就太多了。因为我们别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密的线，然后线条太密的话，不仅很累，勾得很累，而且可能上色的时候还不太好上。然后我们这边也是稍微的勾一下。好，我们的柜子。然后是一个柜子的把手，我就直接画一个花花了。这一边我们可以画褶皱或者一些柜子边上会有的东西。然后卷轴，卷轴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能连上，就是它看起来是一张纸给它弯过来的啊，里面的这些记得往下。
就有些时候我们画卷轴，可能有一些画那个画裙摆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这种东西忘记连上，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好，然后是书的话，我们注意一下，给它画圆角一点，看起来会比较的可爱。好，然后是上边的这本书，我们为了和下边的这个东西，下边的这一本连上，所以我们记得要把它的这里给勾上哦。好，也是一个一样的操作。然后它的书页的这一面给它画几根线条，代表这边是有一些那个书页的。好，经常看书的宝宝也可以把这个书籍的这边的花纹也给弄一下。然后我们来画纸张。纸张的话，我们就随意一点的扭，主要是把它们就串起来，看起来比较像一个帽子的形状。然后说到纸，其实我们还可以弄那个纸飞机和那个纸千鹤，好像也是可以用的，而且纸千鹤可以飞嘛，这两个东西都可以飞。可以飞的话，我们又可以做那个一长串的东西。一长串的东西的话，就是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可以多一点那个视觉引导线。好，书的话还是我们上节课说的那个方法，先画一个弯的作为书页，然后我们给它加厚度，中间记得打一个小三角，然后我们再在它的外围给它围一圈，作为它的一个封皮。哦，它三角在这儿。画封皮的时候，我们记得它的下边是比较的平的，就是这里，因为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做书页的这个地方。好，依旧是把它，全是那个，就是书页的边上，给它稍微的画一点点线。
好，然后我们来画这个小香薰。这里我是把它画成了一个花朵的形状。好，然后我们来看魔法帽的这一面，我们是怎么样去连上的？我想的话大概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填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空隙了。我们填色的时候，好，然后把它的褶皱给画一下。好，然后我们往下，可以看到我们勾了轮廓之后，中间的线条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去控制它的疏密了。然后我们来勾这些小褶皱。好，我们这边弯过来的，记得顺着我们的这个衣服走向。我们这边的话，它的支撑点是一个胳膊，然后是地心引力，给它慢慢的垂下去。好，因为这个纱它是在我们的这个小袖套里面的，所以我们还是从这里延伸出来。这边也可以画大一点。这种比较小的花边，我们就随便的这样斜的一个小尖尖，然后再一个斜的，给它稍微的勾一下就好。我们不要勾得太死了，给它稍微的留一点点，留一点点空白在里面，让它有一点透气感。然后是
腰带上边的一些褶皱和丝带，我们勾的时候还是顺着它的结构走。然后是丝带，丝带的话，如果大家勾的时候中线不是很好找的话，可以先打一个这个线，然后再去勾。然后这个线的话，可以换一个图层来给它，就是作为一个辅助线画上去，这样我们的这个叉叉就不会太歪了。如果感觉线条有一点扭的话，可以给它稍微的掖一下。好，我们再往下，我们来康康，然后是裙子的这个褶皱。把看起来比较空的地方，给它顺着结构画一些褶皱。然后这条蓝色的丝带的轮廓，别忘了。啊，我们还是要这个丝带轮廓的那个，就是蓝色的线稿线来给我们增加小细节的。好，依旧是一个蝴蝶结哈。突然发现我画蝴蝶结是这样，直接给它转一圈，哎，有没有发现？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遮住了一点点，我们就先把这个纸张给它画了吧。等一下我们的这个就直接画短线了，这里的这个东西我们就画短线，先把这个纸张给它勾了。以及这个勾完，我等一下去擦一下眼镜，感觉有点看不清楚了。好，OK，我擦一下眼镜，稍等。OK，好，也是偷看一下现在线稿怎么样了。OK，还是比最开始要舒服太多了。好，也是刚好看到了这个中间的褶皱，可以勾一下哈。
这个就简单了，给它顺着我们的草稿勾就完了。说起来，今天有铁柱老师的公开课耶，我准备画完赶紧去偷看一下，希望老几画快一点。好，然后是下边这一层的。好，可以看到遮住了之后，我们把上边的画了，然后我们下边就可以画短线。啊，其实有这个丝带的话，我们的下边这里是可以少画一点线条的，不然的话看起来又比较密了。可以看到我们下边可以给它断一下。好，画的时候依旧是看着左边的哈，看着左边的我们的粗细，不要给它画的一边超级粗，一边超级细。啊，但是我的线条变得太细了，救命啊！游客看一下整体有没有问题，还好，还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点太平行了，我们给它把这一块给翻回去。好，这里的话看起来它就没有那么的平行了。好，我们再往下，可以看到这种3个小花边一处的，我们就直接给它这样画就好了，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一个弯，这样一个弯，然后一个 U，然后再一个弯，非常经典的，我们直接给它画上去。好，然后边上差一点的话，可以给它稍微的填一下哈。啊，以及这种接不上的，我们给它稍微的看一下，接不上的，我们等一下用那个阴影去接吧。好，可以看到这里看起来就比较的鼓起来了。然后是裙子背后的这些，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接线好像就接的不太好，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擦掉，把这些翘起来的，因为它毕竟是这个裙子后边的嘛，它不需要就是太显眼。我们给它擦掉，可能还能给它搞点留白出来呢。好，可以看到这里弧度就比较的好看，没有什么翘起来的线条。然后我们依旧是跟着这个裙子，跟着这个裙子，给它自然的往下垂。我们里边的可以少画一点点。好，然后外边的这个小的花边可以给它稍微的多一丢丢褶皱。
好，多一丢丢，主要是我们要去接一下这一根小交叉线。好，然后我们来画腿上的这个小小物。等一下，那个小药盒的话，我们去另外一个图层画吧。现在就是东西有点多，它感觉有点挡。好，我们顺着刚才留下来的空给它画一下。好，这个的话，我们看就做成立体还是那个小印花，这个看大家了。如果是立体的话，我们还是要稍微往外冒一点，或者说给它做成那种浮空的缎带也是挺好看的。好，我们顺着之前打的这个形状，给它把膝盖画出来。然后是石板路，石板路的话，我看一下怎么弄。哎，我们可以画那种不规则花边，然后给它找一点点地方打一下那个石头的中间的那个交叉的线。鞋子真的好难画，角度超级多，还没什么诀窍，应该。鞋子确实很难画，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有些老师应该有他们的那个小技巧了。我的话，我自己画还是那个就斜跟斜跟，然后往前面凸嘛。实在不行，我们画一个这个多边形，然后再去那个。我们不太会的话，就直接用笨办法就好了。画多了的话，应该就会比较的熟练吧。感觉那种就随手一画就是一双运动鞋的老师好厉害。我感觉画运动鞋要找那个叉叉的位置，我的叉叉经常画的就是它的中线很歪耶。好，因为我们下边是透明的，所以我们要稍微的画一点点它的里边的一个样子。首先是我们的这个下来的这个小路，还有我们的腿，稍微给它画一点点小断线。然后这个的话，我们还是顺着它的一个，就是我们腿套的一个褶皱来画，就是我们，比如说啊哪里有凸起，我们要去连一下。比如说我的这里啊有凸起是吧？我的这里啊这里有凸起，我就会去给它稍微的用这种之字 Z 字给它连一下下。然后因为它是有一点透明的，我会把它当成那个塑料小袋子来画，然后我会把它的边缘给它涂白一点，所以我会留一点边缘那个白色的位置。然后是小球藻，这种白色挡住的地方也可以给它擦掉一下。我感觉那种就是画鞋底很难画呀，有
有一些人他是画那个鞋底，然后他们就可以画那种打一个大脚板，感觉超级有动态，很有张力。但是我不会画这个鞋底板，不然就可以教宝宝们了。希望下一期之前我可以学会哈，然后我就可以教大家了。小 Q 的话，这个鞋底板倒是好画。小 Q 的鞋底板，我们就随便画一点点那个，就它的鞋底板的这个凸起的2个地方就好了。但正比的话，真的不会画，正比太容易画错了。好，我们这边依旧是跟着这个交叉线啊，给它稍微的填充一点褶皱。好，我们还是要按照它的一个透视来哈，跟着它的透视来，可以看到我的这里就有一点把我的腿逼得太进去了，感觉这里让我的腿非常的窄，所以我给它改一下。OK，也是比较的跟着这个走。我服了，我在上课，我室友问我打游戏不，他是听不到是吧？给我整笑了。说起来，改作业的时候，有一些人体是他来改的，他是正儿八经美术生。好，然后我们的袜子啊，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他画那个小线条，就是有一些我们的那种小条纹袜子嘛，可以给他画一点。好，然后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的袜子好像有点平哈，给它提起来一点。啊，这样我们就不用画这个弯弯的线了，直接拿液画给它液成一个更圆柱的感觉。然后这里腿也是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下。好，我们往上看一下，除了头发之外，还有什么没勾到的没？哦，这个我们的小药包，这里我们就心电图层来画吧。然后因为这里的东西比较多哈，我们换一个颜色来，这样的话我们看得清楚一点。它这个盖子的话，我们可以往外凸一点点啊，但是这里不好凸啊，感觉边上都得改，我们就这样吧。然后是它的一个花花的小钉子，哎，这里我们画成不同的吧，比如说一个正的，一个斜的。好，然后是我们的药包。说起来，这个输液包的顶部是长这样吗？我其实没有输过液。
我感冒就只扎过那个屁股针，从来没有缩叶。就这样吧，这是我们特制的一个输液袋，就长这样。好，然后这个袋子哈，还是和我们画那个透明袋子是一样的。看上边要不要画那个标签袋，需要的话我们就给它上边拉一条，然后再画一个它这边的一块高光。我们再去画它内部的一个液体的位置，记得把边上留白一点。好，因为这里有花花哈，我们就还是给它留一点出来。想一下画什么花呢？画个三角梅吧，比较好画。然后在水里边的，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线条不要那么多，让它看起来就是虚虚实实的感觉。然后是边上的这个斜线，比较斜的这个光哈。好，可以看到我们有这里的光，还有右下的这个光，看起来就是比较的透明的了。然后是一个小香薰包，也有可能是一个小药草包。然后是它的一个印花。好，边上的这个针，我们看一下要不要给它搞透视吧。我看一下在这里，实在不会的话，我们可以先画一个圆柱哈，先画一个比较好的圆柱，然后我们再在它的这个圆柱里面切一个这个针的形状出来。怎么切呢？首先是它的一个底盘是吧？底盘，然后是它的那个针的位置，针的底部那个。好，然后下边这个就是针管嘛，可以把那个液体给画出来，就在它里边画一个小的、比较松弛的圆柱，然后是针，然后我们再把中间这里给它连起来，用个小的，我们再把边上这些擦掉，我们就从一个圆柱里面抠了一个针出来。好，这个就是我们画那种比较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我们找一个和它相似的一个立方体，然后我们再在里面切。画的歪没有关系啊，我们小调整一下就好。然后另一边是这个小药桶，这个小药桶这里也是挺平的，我们依旧是从这个圆柱里面来切吧。哦，当然它本身就挺圆柱的，我们直接把下边的这里给它画成圆的就行了。好，下面给它画个圆的，然后我们给它画这个塞子，把这个边边给它凸一点点起来，然后画塞子。这里也是画一个那个水面。好，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线条会不会弯了哈，我这个好像有点朝这边弯了一下下，给它弄正一点点。
然后把刚才擦掉的这个线条给它补一下，还有之前的这个绑住这两个东西的带子也给它画一下。好，然后是这个针管里面出来的一点花花。好，可以看到这个花它掉下来之后，刚好我们的腿上也有花，真的是太好了，又一条视觉引导线，大概吧。好，然后我们把下边的这个擦掉。有宝宝可能会问，哎，透明的地方擦不擦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线离我们也太近了吧，这个白色都给它挡完了。然后如果有，就可以，就没有这些的，比如说，它的一个这种地方，我们要不要擦呢？我们在这种比较中间的地方，比如说这里，可以来一点，然后其他离我们线比较近的地方就不画了。我们画这种比较空的地方，可以给它稍微的画一点点。好，然后继续擦擦擦，可以看到我们擦了之后，这里有一条小线哈，感觉非常的意义不明，我们一起擦掉就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多出来的蓝线也擦一下下，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合并了。好，合并之前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改成黑色哈。黑色我还是这个直接剪辑蒙版给它蒙了一层黑色。好，合并。OK，我们看一下。好，中间的这条蓝色的带子我们没有勾到，我勾一下。好，我们检查一下还有别的什么不？上面的这个链子可以勾了，我们的头发已经完成了。我可开开关关一下。只有头发了的话，我们就画头发去了。哎，说起来，我腿上这个是什么？等一下再加吧。好，头发的话，我们看要不要换一个图层画，因为它和我们这个身体接触的蛮多的，万一给我画进来的话，我可能会擦错，所以我先按图层来画。好，首先我们头上的这个是小樱花啊，小樱花是这种一簇一簇的，然后它的边上会有这种一簇一簇的这个叶子，这个算是一个芽点吧，那里就是冒出来的，就是一个树上这些芽点，然后它会冒出来一簇，
好，我们来勾这个小樱花。小樱花的话，我一般是直接勾这种，就五瓣的这个小爱心形状的花嘛，然后可以想一些那种侧面的。好，侧面的都是前面画一点，后面画一点。好，大家可以先打一个点，打一个中点，然后再像画那个，我想一下，这算画什么？像画一个，就是一个这种角度的圆锥吧，算是。好，这个是它的终点，然后把它的这里画成花瓣。还有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花苞哈，一个花苞，我一般就是画一个圆，然后一个弯弯的 Y。这个的话，我们给它组合起来，给它画成一簇就行。画成一簇的话是个怎么回事呢？首先我们把它画在一起，是吧？然后我们如果画了那种它的茎露出来了的地方，我们给它画完了补一下就行。然后中间我一般就画一个小黄花，啊，这样的话比较简单。好，这个的话，我们看一下整体哈，看一下整体，不要画的太小了。太小了的话，我们这里又超级的密，然后边上又是那种比较的松，比较的疏，那个叫什么？比较的就可能这里太疏了，这边太密了那种。好，我们靠后的话，我们就不做中间这些东西了。可以看到我中间这里就是线条画的比较少，越靠后的话，我们就画的越，就是越简约。哦，还有靠后的那个花，靠后的花的话，我们就是先画它的一个花托嘛，一个圆，然后一个它的茎，然后直接画它的花瓣就好了。然后它的花托也是可以找一下哈，这个花托我一般就是画那种最普通的这种几根儿几根儿那个花托，几个这种小叶子的。好，然后是我们来画叶子吧。叶子我们画的时候可以找一些，给它画一个翻过来的一点点叶子，这样的话看起来会灵动一些。好，然后这边好像也有一撮，我们给它画一下吧。好，如果我们就是可以看到我这里画的时候，我的这个花瓣可能大小不一，或者说我可能会画歪，怎么办呢？我们先给它打一个中点，然后我们围绕着它来画。好，或者我们先把这个点给它弄好，然后我们跟着这个来画。等一下，我们把这些画完之后，就用一个枝干给它连起来。好，我的枝干好像在这里，给它连一下。枝干的话，我们肯定就是，越往那个下边，就越往头上这里，或者说越往土里，它是越粗的。好，越往它的顶端，它就越细。我们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下。
好，然后这个树干我一般是怎么样的？我一般是这种随便弯一下，是吧？就稍微的折一下下。如果是往上长的，我们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小方叉，一个小方叉，然后这种往上长的，我们就给它这样扎一点枝干，给它做成那种叶脉的感觉。叶脉是什么样的？我们叶脉是这种。一个往这个边上有一些叶脉，然后它还有一点小的。我们画这个树干的时候也是这样，只是说我们这种一条的，它可能就是稍微要弯一丢丢，我们可以去找一下参考。然后垂直的啊，比如说海棠嘛，海棠我们就朝这里走，然后边上再给它来一点点。啊，这个是画小方叉的时候哈。画的时候我就给它稍微的填满了一下，总之它的走向就是我画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画头发。找一下能接到我们这一簇头发的。好，又到了一个老次乱画、老几补全的阶段了。我们就顺着草稿去画一下。如果实在感觉太乱了，我们就新建一个图层，把这个草稿给它细化一下再勾。好，开始沉浸式勾头发了，开始动脑了。我们先把外围的这个头发给它勾一下，然后等下我们里边
里边的话就直接画花了嘛。突然觉得画花也比较的放松了。好，然后我们还是先把另一边这里勾一下吧，给它就是让它们两边稍微的平衡一点，免得等下勾了一边感觉又就勾的太窄了什么的，然后又去改另一边。好，花花勾一下。怎么这一条这么高啊？这里好像还有个数字。老字，你的心思好难猜。好，这边我们依旧是那个一个相同的画花的方法。好，我们也是可以画一点那个小花苞上去，看起来这东西会比较的不一样一些。我们有那个什么多样性。好，这里也可以给它稍微的封一下，反正我们是在新图层嘛。把这个空隙我们用叶子给它遮住，这样我们等一下就不用填这个小空隙了。好，然后树干，好，看一下另一边，不要太细了，不要太细了。哦，这里是怎么连上去的呀？我们划拉一下，好，感觉合理了，我们就撤回，然后去给它连上去。好，然后又是一串花花，我们给它画一下。一般来说，其实草稿我们可以就直接画一团那个就行了，因为画的时候反正也要跟着它画。这个都到末端了，应该会有很多那个小花苞吧，我们画一点，也可以就生出来一些比较斜的那个花花，或者说我们给它画一个背面也是可以的。把这里花托给它画上去。其实画背面的话，应该要好画一点，我们就只用勾它的轮廓就好了。然后我们感觉空的这个枝条的地方，我们也是可以给它就设定一个芽点，给它长一撮这个树叶出来。因为我们花花都是比较定好的嘛，我们贸然去加可能会比较的乱，这就看情况，看情况，可以加花，也可以加这个小叶子。好，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花瓣，让这里有一点粉色。好，这里的话，我们画一个那个，看要不要画一个叶子，看要不要画一个叶子。
天的填色的话，我们就私下填吧。好，这里看一下我们的发梢是怎么的一个走向。好，看一下这一根合理不太好看的话，我们就擦掉吧。OK，然后我们来画边缘的头发。好，我这里还是划了一下，看看头发长在哪儿的。这边被那个翅膀挡住了，我们把翅膀顺着勾一下吧。可以看到翅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线条没有画好，可以就是画一个普通的线去掖一下的，要不然我们可能会要画比较的久。然后另一边因为也挡住了，我们依旧是勾一下。
好，越往里越往内收。好，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形状，比如说把这个尖尖给它调尖一点，然后后边调厚一点，就后边调宽一点。哇，这个好容易误触啊！OK，应该是剩这个花枝和一些外边的东西了。我们再新建图层，然后来画这个花花。好，我们先把这个枝干画出来吧，因为我们是要分那个花的区域。好，我们依旧是这个叶脉的一个方法哈。可以看到我一般怎么分，首先搞一根这个主干道，换一个颜色来看。首先做一根主干道，然后在它的边上分这种有一点点弯的这种枝条。这个和那个蝴蝶的花纹也有一点像，蝴蝶那个花纹也是有一点这种脉络的感觉。好，可以看到这里差一点，所以这里也来一根。好，这样的话，我们的区域就比较好的分出来了。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好，这个分的就比较的平均。好，然后我们跟着之前草稿的来勾吧。这个应该和我画的主干道差不多吧，但也有一点区别，可以参考一下。好，这里应该是一根比较主干道的。好，越往外的就越细。我们可以顺便把这个叶子也给勾了。叶子我们可以稍微的弯一下下。好，然后是另外的几根。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其实不用太去想它的一个粗细。如果你某个地方画的有一点粗，比如说我的这里，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树上的凸起给它处理掉，就让它只有那个一小点是鼓起来的。
让它看起来是，就是一个之前可能有过芽点的那种凸起。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地方。哦，上边这里的头发还没有画垂下来的这条。我们看一下枝干，应该是搞完了。看一下检查出来了一些东西，我给它稍微的画一下。好，我们就这样吧，然后来画花花。我们就跟着最开始写的这个文字来吧。好，首先这边是玫瑰，这里是桃花，这里三角梅、海棠，这里是梅花。但梅花好像开的时候长叶子嘛，好像不长吧。好，给它拉低一点。好，这边是梨花，梨花好像有粉色的嘛，梨花也是一簇一簇的，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它好像是一个圆的一个花瓣，然后是一簇一簇的，很容易掉那个小花瓣下来。
哎，突然想起来，绿化带的紫叶梨也是粉色的花耶，有一点偏粉吧，好像还是比较白的。好，背后的这些我们给它留白一下，我们就稍微的画一点那个其他的轮廓就好，不要把它画得特别特别密。好，可以看到稍微的留一点点出来。梨花的叶子长啥样啊？我去搜一下。太久没有看到了，感觉上一次看还是在老家那种种田坎上了。怎么百度不让我进呢？哦，有了，哦，突然就想起来，它也是这种一簇一簇的，然后它的叶子是有一点这里比较宽的那种。有些时候看那个梨子的插画的时候，它会稍微的画一点这种。想起来了，一下就想起来了，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的叶子可能没有樱花的那么的密，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画一点点在这个枝干上，我们就假装给它嫁接了很多上来吧。又回到小园丁了。然后下边这里是樱花，哎，这里是分开的耶。再看吧，先把这个画了。绣球也是我们上一节课说的，先画一朵，然后用这个绣球的边边，就这种它的一个花瓣的边边给它围起来，然后我们把这个围起来的给它就把它想成一朵的边缘，我们给它填充进去。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就是一个比较的透气的一个线稿了，不会特别的密，然后画起来也比较的快。好，我们再来一次，先画一个四角的花花，然后给它画它的边边，然后我们把边上这些想成一个花的某些部分，给它画起来，给它把中间填充来。OK，看起来就是比较的，不会那么的死板的感觉。这种接不上的可以调整一下下。我们这里画一下这个绣球的叶子吧。绣球的叶子我记得蛮大的。好，依旧是靠后的这种，我们就少弄一点。这里我是直接画了边框之后，稍微的加了一丢丢线条。
哦，这里有点太连着了，改一下，改一下。好，擦擦擦擦。好，后面这里我就少画一点，看起来这个在前面，然后这种少的在后边，给它们隔开。然后随时我们缩小一下，看一下会不会太密哈？太密的话，我们就擦掉一点，给它画一个大一点的叶子。然后是樱花，下边是玫瑰，那上边没有隔开啊？怎么回事？我们把这里的桃花画一下吧。然后桃花好像开的时候它也是没有叶子的，有一点点吧，好像有一点点。桃花它是这种尖尖的、尖尖的五瓣，然后它的枝干上有一些那种花苞，有一点单独的那种花苞，大家可以看那个百度百科里面也有。然后它这个应该是比较单独的，它的花式。我们可以在它的这个枝干上画那个小花苞。然后桃花好像是里边特别粉，外边是浅粉，花心是一个黄色。这就随便画一下吧，桃花看的比较少。有一点点密耶，我们先画了来吧。实在太挤的话，我们到时候先搞颜色，给它调浅一点，也是比较的，比较的有用的。这边缘我们也可以拿这个花瓣的边边去给它画一下，这种没有封死的可以给它画一下，然后画它的花瓣飘下来，让它这里边边看起来不要那么死板，有一点往下在动的感觉。然后海棠我们是往下垂的，首先花苞来一点，然后可以从这里垂一点它的花下来。海棠好像也是比较圆的，然后它的那个花心比较长。然后到下边的话，我们等一下看看怎么画。好，我们还是把它画成一个平面的吧。可以给它稍微的画一点这个，它的茎，
因为它毕竟是垂下来的嘛。然后上边的话，我们就不画那个枝干了，我们画其他的花花给它挡住就好。啊，这里越到下面越敷衍了，问题不大。还是缩小看一下会不会太密哈，太密了，我们把这个它的花的大小可以改一下，可以一些大一些小，这样它看起来就不会这么的死板。或者说给它就是弄一点那个花苞嘛，稍微的好一丢丢。然后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梅花是好像是个圆圆的吧，反正国画里面是圆圆的。那种经典的国画，就直接给它戳三个花瓣出来嘛。好，因为我们的这个枝条它是朝下生长的，所以我还是就是尽量的顺着往下一点。如果朝上的话，感觉就和我们枝条有点反嘛，我是这样想的。这里我们就按照印象来画一下吧。想要练习画花花的宝宝们可以去找一下参考。32了，死手快画呀！好，这边玫瑰来画一下。我们依旧是两个弯弯给它扭在一起，然后我们给它的外边加花瓣，在这个交叉的位置尽量在，然后中间我们把它的那个线条往下拉在它的花心，就跟那个画卷轴是一样的。然后边边可以稍微的画一点翻起来的花瓣的那个线条，这可以就是就不要全画，我们选一些来画就好。好，这个的话，我们就先画一些大的，给它错开，把这个大的分布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到时候我们上色的话，就不要给它上的太仔细了，因为东西真的很多诶，东西真的很密了。我们到时候就把它比较靠后的给它打一下阴影就好了，让它看起来有一丢丢层次。然后叶子也是可以画一下哈，叶子也是可以画一下。我记得是有一丢丢小锯齿的3瓣的叶子。学到了好多概括画法，
可以的，可以的。我感觉我的话好敷衍了，能悟到就好。感觉真的要多出去玩耶！我的好多印象都是小时候的了，比如玫瑰，我是小的时候去就玩的时候偷偷薅别人的薅那个广场上面的玫瑰，然后仔细观察。好，这个还是缩小看一下哈，会不会太密？太密了的话，我们中间依旧是给它擦一下。好，可以看到比较密的地方，我们给它擦掉，就少弄一点线。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画头发画嗨了的时候，也会就是线条特别多。我有些时候画那个头发画太多的话，还得就是慢慢的去擦一下，很麻烦。这是宝贵的时光，确实小的时候，这什么东西都喜欢观察一下。小的时候挺喜欢出去玩的，长大好多人都变成阴暗逼了。哎，说到这个，大家有上过二木老师的课吗？他又是那种超级大 E 人，他可以就画完稿之后，还去爬山的那种，超级恐怖。他有一次大晚上赶稿，然后跟我说他出去玩越野车了，他说他赶完了。是的，超级高能量。他当时进步最快的那段时间，一个月画了20多张那个高质量胸像吧，超恐怖。好，边上这些我们给它填一下。这种秘籍该怎么上色？上色的话，我们上的时候就是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小方擦哈，可以看一下我的小方擦。就我们找一些那个地方给它压下去，然后其他的我们就，呃，我们要么是给它就是搞一点叶子进去，要么是就其他的我们就稍微的画一点点那个颜色在它的这个花瓣边上就好了。然后感觉啊好密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画那个颜色了，给它擦掉。大概就是这么的一个感觉。真的感觉有点太密了呀，到时候再看吧。确实就没有一下子画过这么多的这个东西。这里画什么？这里三角眉吧，三角眉真的太好画了。网上有那种粉色的三角眉，感觉好好看。其他的都填一点三角眉吧，啊，毕竟这个最好画的。像水彩的那一种，应该是吧。我记得有个宝宝是就之前这样画水彩的，偷偷的看了一下小红书，感觉好美丽。我们看一下，还有一点其他的什么？好像就只有那个外面的东西了吧？我们勾一下。好，外面的这个因为比较的，就是它在我们的上边，
然后我又懒得去关，我就换一个颜色给它画一下，等下好区分。好，我们的这个有一点小透明的，依旧是用那个就是内部的线条用断断续续的线给它勾一下，有一种在那个透明小袋子里面有一点模糊不清的感觉。画的太慢了，再想把缩小图看不到的地方概括的画了。可以的，可以的。我感觉我这里都画的有点太密了。这种就太密的时候，我们最后可以把就找一些那个线稿颜色给它调得淡一点，它看起来就会自然的没有那么的密。就相当于有个宝宝他是那种会把外边勾成那个勾成黑色的那种，就差不多是这种方法。哇，谢谢你夸夸队，祝你们狠狠的发财。那个上车舞的怎么念来着？祝我学员越来越帅。什么？是的，是的，就是那个。那个学员宝宝，我们来接你了哦，来喽来喽，美，好美，学员宝宝你好美，后面的忘了。感觉勾完原地燃尽，是的。我还说今天赶紧勾完去看铁柱老师的公开课。等一下勾完，我们就私下填那个底色吧。然后我要去狠狠的看铁柱老师的公开课了，大家也可以偷看一下。喜欢抠线稿，那很有福了。
我记得小红书上有个老师，他也是很喜欢抠线稿，忘记叫什么 ID 了，就他会在第二张发线稿的那个老师，抠的真的好细好细。不会的，不会的，宝宝们可以就是画自己擅长的那种，自己擅长的就感觉画的时候比较的治愈。这次全部打卡，全部都打卡有奖励吗？哦，有的吧，那个活动好像一直课里面都有宣传来着，但那个是班主任在管，我其实不是太了解。哪个时候都会纠结一下。正常的，正常的。如果我去报课的话，我以前报过刘大梨子老师的课，然后我好像一节都没有去上，看了一点录播，现在还没看完，太高了。所以大家已经真的很厉害了，还能就陪我这么久。哇，谢谢宝宝夸夸，你也可以的。家里有事还被塞了一堆24小时橱窗，那很累了。下次课要全勤，可以的，可以的。我们都快要算完了，可以许愿下一节的那个主题了。哇，真的吗？感觉被宝宝的话治愈了泪目。是大家才是治愈小魔女。古风怎么样？古风画的比较少，最近倒是有画一点那个小汉元素的，可以去试一下，毕竟还有那么久嘛。啊，确实睡衣也很可爱。我看要不要就问一下能不能开 Q 版的，因为 Q 版的应该好跟一点，然后那些小东西应该也挺好画的。最近家里的饭都宝宝做的，厨艺增长了，可以的，很厉害。好，我们也是把这个填充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它增加一下的。喜欢画一些克系生物，可以的，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
好，我把这个线稿给他看一下，哪些可以合并的，给他合一下。首先最上面这个肯定不能合，因为它这里重合了嘛。其他的看一下。这个翅膀看一下，翅膀给它把这个裙子把边上擦一点吧，把边上擦一点。看起来有一点透的感觉，这样到时候我也知道这里是裙子。其实也可以全部擦掉，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颜色给它涂在这里就好了。看一下，直接擦掉好像好一点。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就是线条给它，就太重合的。啊，这个是辅助线，删掉。哦，这个花花我们可以倒是给它就保留一下嘛。这个好像就是没有花花的，其实是挺合理的，我们给它保留一下吧。其他的给它合并。好，到时候勾那个底色的时候，我就复制一个出来吧，好，到时候就用这个。然后到时候想要改了，我们就把这个掏出来。超级喜欢画画，是的，非常的治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我们就私底下填这个颜色吧。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就私下问一下，我去偷看一下铁柱老师公开课上完没有。哦，已经上完了。哎，没上完，那我们就私底下，问题就是上课的时候想不到问题。是的，我们以前是同事来着。铁柱老师还在上呢，可以去支持一下。他第一次上课超紧张的，上课的时候想不到的话，可以私底下滴我，有空的时候都会回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大家辛苦了，拜拜拜拜！祝大家画技进步，天天发大财！拜拜拜拜！